Hi, everyone. In today's HSK2 lesson, we're going to focus on three key Chinese words, 最, 从, and 对. These words are essential for expressing extremes, defining starting points, and specifying action targets. Let's break them down step by step with simple examples. 嗨，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聊点不一样的。咱们先不谈什么语法规则，而是换个角度，把语法当成一件艺术品来欣赏，怎么样？你可能会想，语法，也能很美吗？它能不能变成一种我们真的能看见，甚至能感受到的东西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探索的。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语言画廊。在这里啊，展出的可不是画，而是句子。没错，你没听错，你就想象一下，每一个句子其实都是一幅精心构思的杰作。好，那现在请大家跟我来，我们的第一站绝对是一件会抓住你眼球的作品。我们这就来看看第一个展区，它的名字叫做最的顶峰。你看，就是这个最字，它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是最高级。那么在我们的画廊里，我们怎么表现它呢？你看，就像是眼前这座色彩鲜艳的山，而最就代表着那个独一无二、最显眼的最高点。好，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就看这幅画，这句“服务员，你们这儿什么菜最好吃？”你看，画面里摆满了各种各样色彩柔和的菜肴，对吧？但是呢，其中有一道菜，那道最好吃的菜，它在视觉上被抬高了，还闪耀着明亮的珊瑚红色，一下子就从所有菜里面跳了出来。这就是最好吃。你看，它不只是一个词了，它变成了一个视觉的焦点。我们再来看这幅画，它对情感的诠释就特别有意思了。你想象一下，画布上飘着各种代表情绪的形状，有代表悲伤的，有兴奋的，有平静的。但是呢，有一个形状代表快乐的那个，它是一个巨大、温暖还在流动的形态，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这就是最大的快乐。你看，在视觉上，它让其他所有情绪都显得渺小了。再来看一个，我最喜欢吃你做的鱼了。在这幅画里，一个人正看着有满桌子的好吃的，但是我们的目光是不是一下子就被其中一条鱼给吸引了？你看它被画成了独特的流线型，还涂上了鲜艳的柠檬黄，旁边所有的食物瞬间都成了背景。这就是最喜欢，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专注，是绝对的、唯一的那个最爱。好了，大家感觉怎么样？我们继续往前走。现在呢，我们来到了第二个展区，这里的主题是关于从的旅程。我们来一起探索一下关于起点的艺术。请看这幅核心作品，画面中心这个充满动感的从字，是不是特别像一扇打开的门？然后你再看，从这个字开始，有一条深天蓝色的线条流淌了出来，蜿蜒地穿过了整个画布。这条线它本身就是一段旅程，而这个从字呢，就是它那个明确无误的起点。那么从这个字啊，它首先可以用来描绘时间的起点。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一块叫做时钟的画布上画下的第一笔。就比如这幅画，我喜欢从晚上8点到10点学习，整个构图非常简洁。我们看到了一个钟面，但它没有指针，对吧？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明亮的蓝色弧线，它非常优雅地从数字8流向了数字10。所以你看，学习这段旅程是从8点开始的，而这个从字就标志着那个起点。我们再来看一个关于时间的诠释。这句话，弟弟是从去年8月开始学习汉语的。这幅作品就是一条时间线。你看，有一条路径从一个标着8月的方块开始，那个方块就是一个视觉上的锚点，它就是从的体现。学习中文的旅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然后向前延伸的。其实啊，从不仅能标记时间的起点，它同样也能标记空间的起点。你知道吗？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很有趣的中文思维方式。我们很习惯先交代背景，这就像画画一样，你得先把背景画好，再把人物放进去，对吧？所以从这个字就像是地图上那个闪闪发亮的图钉，它告诉我们一段旅程从哪里开始，它为整个故事都设定好了舞台。你看这个句子就非常清晰了。从学校到机场坐出租车要1个小时，
画面上是一张很简单的地图，一个学校的图标，一个机场的图标，一条很显目的流动路径连接着它们。但关键是，它从哪里开始的呢？你看，它就是直接源自于学校，这就是从学校旅程的源头。好，我们的旅程快要到终点了，我们现在前往最后一个展区。这个展区呢，探索的是关系与焦点。欢迎来到对的连接。对这个字，它的核心其实就在于方向。在视觉上，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很柔和的箭头，或者是一道视线，它连接着作品里的两个元素。它不是那种很强势的感觉，而是一条流动的互动的线，把一个主体的动作或者感觉导向了另一个主体。我们来看这幅作品是怎么诠释这个概念的。医生说多吃苹果对身体好。你看，画面里一个苹果和一个人体之间有一条柔和的能量线把它们连起来了。这条流动的线就是对，它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好处的方向。苹果的好是朝着身体去的。再来看看这个很温馨的场景，儿子送我一块手表，对我说：“妈妈，生日快乐。”画面里有两个人物，儿子和母亲。一个装着"生日快乐"这几个字的对话框从儿子那边出现，但它的方向是明确指向母亲的，就像一束柔和的光。这种视觉上的连接就是对我说，这句话是直接说给我听的。好了，我们这次的画廊之旅差不多要结束了。在离开之前，我们稍微停一下，回顾一下，我们都看到了些什么呢？我想我们看到了语言，它真的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规则，它更像是一块可以自由表达的画布。我们一起探索了最，把它看作是比较的顶峰。我们也看到了从，它是旅程那个明确的起点，不管是时间上的还是空间上的。最后，我们还感受到了对，它就像一个定向的连接，是动作或者态度在两点之间的流动。所以我们今天最大的收获可能就是语法，它真的不只是一套需要我们死记硬背的冷冰冰的规则，它其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系统。这里面有平衡，有流动，甚至还有美。它关乎我们的思想是如何在一块画布上被构思和呈现出来的。那么，这就给我们留下最后一个，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问题了。既然每一个句子都是一幅艺术品，都是一幅关于意义和情感的构图，那么你呢？你将要创作的下一幅杰作又会是什么样子的？ Great job! Now you know how to use 在、从和对 to express degrees, starting points, and action targets more naturally in Chinese. In the next lesson, we'll explore wang as a preposition, the modal particle ba, and the phrases. See you in the next class.